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歪。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制作一個 Shadow Box 的墜子，月光石的墜子。然後今天呢，我想要用一樣的技法，但是我要做不一樣的東西。今天我要做的是一個玉髓的戒指。我盡量讓我每個步驟都跟上一次的方法技術有一點點差異。我的意思就是要跟大家講，金工不會是只有一種做法。所以我們不要拘泥說做這個東西，它只能用這個方法來做。那我們可以多學幾種不一樣的手法，可以應用在各種不一樣的狀況上面。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戒指的做法，就會跟上一次的這個月光石的墜子有一點點不一樣。好，那我先介紹我這次會用到的材料，一個就是這個玉髓。那我覺得這個玉髓蠻漂亮的，如果透光看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點點雲霧狀的結晶在裡面。我現在還沒有決定我要讓它是銀的底，或者是黑的底，因為我發現它在黑底上面，也會蠻好看的。我等一下最後我再來決定我要讓它在什麼顏色的底上面。然後再來是一塊0.5mm 厚的銀板，然後因為我這次要做戒指，所以我會準備的是一個925銀的，這個是6mm 寬的銀條，然後這個銀條的厚度是1mm，然後再來是這個圍在最外圍的這個邊框，我用的是0.8mm 厚4mm 寬的這個銀條，我會這個銀條我會做在最外圈。剛剛講的這三個都是925銀，這個我要拿來包玉髓的這個邊框也是純銀，純銀比較軟，我會拿純銀來做邊框。那其他的部分我都會用925銀。純銀的這個邊框我用的是0.4mm的，我想在這個周圍放一點點金色的裝飾，所以我準備了一塊14K 金的板，然後我等一下會把它切成小塊小塊的，然後熔成這個金珠，可以拿來做裝飾。那今天要做的戒指的材料大概就是這樣。好，那我們就開始吧。首先我們先來做這個石頭的邊框，然後這個銀條的寬度呢，就要依照你這個石頭的高度來決定。這個寬度就以你可以包住石頭的寬度為基準。這開頭比較不平，我會先把它剪掉。因為純銀很軟，如果你是925銀或者是 K 金的話，我會建議你先拿一個這個圓軸去彎它，彎出第一個弧度以後，我們再去包它。但因為這個真的蠻軟的，所以我壓着它，它就可以很輕易的就可以包了。當然，因為我這個純銀的銀條是退過火的，你如果沒有退過火，它當然不會這麼好彎啦。那我們就順着這個弧度把它包過去以後呢，做一下記號。等一下把它剪開，然後我上次的影片也有跟大家說，我們的這個焊接的這個切口呢，不要做在尖的兩端，因為尖的兩端會比較焊接起來會變得很硬，就沒有辦法很好的去做鑲嵌。我們在剪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留一點點來做這個調整，不要剪得那麼剛好，這個萬一石頭放不進去就會很麻煩。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準備一個像我這樣子的小圓棒，好，去推一下你的邊框，跟你的邊框垂直，然後稍微去推一下，讓它吻合你的這個石頭。然後我想留一點點空隙，我沒有把它包得非常非常緊，我留了一點點，大概1mm不到的空隙，讓這個石頭可以很順利的可以放進去。我不希望放進去的時候是卡卡的。那這個接口我們稍微用鉗子把它夾平，然後上下錯位一下，用張力錯位一下。然後因為它很薄，所以他很怕說你焊接的時候，它会因為張力的關係，你這個圈它有一個彈性，有時候你一退火，它的這個
金屬就會彈開來。那彈開來，它有時候彈了又回來，它會疊在一起，因為這個金屬很薄，所以我們等一下焊接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讓它在焊的時候呢，你可能要看一下，不要讓它的這個邊框跑上來，好，就盡量讓它維持在對接的這個狀態。好，我們先去焊接，來一樣先塗上助焊劑，內側跟外側都要塗上助焊劑。然後我要擺一顆高溫的焊藥，好，焊好了。那我們先稍微把這個焊藥修平。我們再來做下一步。好，這個焊藥我還沒有自酸哦，因為我想要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如果我自酸了，這個焊藥可能就沒有那麼明顯。這個焊藥我們要修的時候呢，因為它是一個很薄的金屬，然後有時候你修一修，你會發現，哎，有時候你修過頭，這個面會變成凹的。那為了避免說不小心修過頭呢，我會用一根剛剛那個木棒，稍微把這個焊藥的地方頂起來一點，讓它變得有一點弧度。有一點弧度，你就不容易修成凹的，你就不容易修過頭。那我們再拿銼刀稍微輕輕的搓，把這個焊藥修平。好，這樣子就很平了，有沒有？然後它也沒有凹下去。好，然後我們再拿砂紙，稍微把這個平面磨細一點。我這個是自己做的，這個是砂紙，我把它切成圓的，然後粘在這個圓盤上面。在磨這個平面的時候蠻好用的。好，那接着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包廂的邊框再重新去合我們的寶石。好，我們再把這個邊框拿來把寶石重新合一次，然後用剛剛那個木棒稍微把邊緣推緊一點。你可以看到我的木棒跟我的邊框是垂直的，不要斜着推，這樣容易就把它包進去了，就盡量垂直。然後要注意的一個地方就是，因為我們最後寶石要鑲嵌會是從上面往下鑲，是這樣放的。所以你要確認你的寶石是可以從上往下鑲的，不是這樣套進去，因為這樣套進去通常都很容易套，但是最後我們要鑲嵌的話是從上要往下面放，所以你要確認你的石頭是可以放進去的。然後我們等一下把這個邊框的底磨一磨，磨完以後我們就可以跟底板焊接在一起。那這個底板我也稍微磨了一下，我用比較細的海綿砂紙磨了一點點質感。好，我等一下把邊框也磨一下。你如果放回去你的邊框看到沒有縫隙，那這樣子就可以去焊接了。好，我們現在來焊接這個底板。然後之前我都是把這個焊接物放在蜂窩磚上面焊接。那我們今天換一個方式，我們把它放在鐵網上面，就是把它騰空架高，然後等一下火從底下加熱。這個底板跟邊框我們都先塗好助焊劑。我們稍微把它居中一下擺放。好，我先加熱一下助焊劑。好，我在上下左右各放了一塊焊藥。
還高溫的焊藥。好，我現在來加熱。那我們就加熱底部，讓底部這個比較大塊的面積可以均勻的受熱。好，你看到助焊劑都融化了以後，我們就可以稍微把火槍移上來。好，確認焊藥都跑過一圈以後，這樣子就焊接完了。我們先製酸。我剛剛做了一個這個外圍的框，現在一樣，我們用那個可以用介棒或用圓軸的這種模具都可以，順着這個石頭的形狀做了一個跟它形狀接近的這個框，然後我現在要來把它們焊接在一起了。一樣，我的底板塗上助焊劑，然後框也要塗上助焊劑，內側外側也都塗過一遍。然後稍微把它居中。好，我要加熱一下我的助焊劑，先讓它作用完。好，那如果你們做的比較熟練的，你們也可以用餵焊藥的方式，就是把焊藥夾着，然後在熔點到的時候，把焊藥靠過去這個焊接縫，那焊藥就會流動。那今天我要示範的是，我從底下加熱，那我們就不用餵的，我們就還是用放焊藥的方式。好，我們一樣加熱底部，讓這個大面積先受熱。然後看到助焊劑變得有點透明狀了，我們再把火槍移到上面來。好，這樣子就焊完了，那可以先去製酸。然後我們製酸完了，然後先把它切下來。我想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切锯這個外框的時候呢，你可以看到我切得非常非常的靠近，幾乎是沒有留邊邊在旁邊，就是非常的貼近，甚至有時候還會切到一點點框，但是幾乎只是磨過去而已，沒有真的切進去。所以你如果可以切得越靠近，你等一下錯修的時間就可以越少。那我們現在來把它修一修。好，我們剛剛把這個戒台已經切下來了，然後我現在先來做一個戒圈。我們剛剛準備的這個戒圈的材料，我已經把它繞成戒指的形狀。然後，我這次要焊接的方法是，就是有2個焊點的這樣子的形式。所以在焊接之前，我們要把這個戒指的上面修成平面，讓它可以跟戒指有很好的接觸面。所以我們先把這2端稍微把它修平一下。
要看有沒有平，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戒台上，或者是鐵砧上面看一下，放上去會不會搖晃，有沒有縫。如果放上去戒指不會搖晃，然後也沒有縫，就可以去焊接了。那在焊接之前呢，我要先把剛剛說的金色的小點點，我先把它焊接在上面。好，我現在要先來焊接這個金色的這個 K 金球，我想要把它焊在側邊。然後在焊接之前呢，我想要做一點防護，因為我這個邊緣都已經拋修好了，所以我想要塗一點這個煮焊劑在周圍。煮焊劑就是我們的黃土，加上一點水，就可以拿來當做煮焊劑。我在我這個周圍的焊接線上面先塗一點，那要避開你等一下要焊接的地方。因為我剛这個邊框跟底板焊接，我是用中溫的，所以我等一下焊接這個金球，我也想要用中溫的。為了避免剛剛焊接過的地方焊線會再次流動，所以我先塗了煮焊劑，好，塗在外面這一圈就可以了。然後，還是要塗助焊劑，助焊劑就塗在我們等一下要焊接的兩個小點上面。我用鑷子沾一點助焊劑就好了。我不想要讓它的助焊劑跟煮焊劑兩個碰到一起。好，接着我要在這個小金球上面也塗上一點助焊劑。因為我剛剛小金球是在這個耐火磚上面熔的，所以它這個球呢，它會有一面貼着耐火磚的那一面是平的。等下這個平面我就可以把它焊接在這個邊框上面。如果你怕焊藥跑到 K 金的球上的話，可以用 K 金焊藥。那我這邊就放少顆的焊藥。焊藥先融在球上，我們等一下再把這個球放到邊框上面去焊接。火調的小一點。我已經把焊藥融在球上了。我先加熱一下我的這個戒台。好，然後我要把珠子放到我要焊接的位置。那一樣加熱大面積的地方，我現在是要加熱底板，然後讓邊框有足夠的溫度，可以把這個金球上面的焊藥往下拉。那我現在加熱的主要加熱的位置是在邊框跟底板中間交界的地方。然後稍微從側面看一下那個焊藥，如果有可以從金珠底下溢出來就 OK 了。好，我這邊看是已經有了，然後我們再來焊另外一邊。因為底下有個珠珠，所以必須把它墊高一點。好，那這個背面這邊有一點點氧化，我再放一點點助焊劑在這邊。好，稍微加熱一下。
讓助焊劑先把它作用完，不要那麼凸，我比較好放珠珠。好，這樣子2顆珠珠都焊完了。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有沒有對稱，看一下正面。好，應該差不多。好，那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先自栓，自栓完我們再來焊介圈。好，接着我們就要來焊接這個介圈。然後我剛剛自栓完了，但是我又把這個邊框，我又全部再塗了一次主焊劑。因為等一下要焊接這個介圈火會比較大，所以如果不想要這個焊藥流失的話，就是再塗一圈，包括剛剛焊接的這個金珠也一樣，全部再塗一圈。然後我今天要焊的這個戒指的方向，我希望它是橫在我的手指上的，所以我等一下介圈會是焊接這樣子的方向。然後我先塗一下助焊劑在我的這個銀板上面。戒台上面，還有戒圈上面，然後我們可以稍微花一點時間把它擺正，它要居中，所以你可以擺完以後站起來看一下，看一下它有沒有在正中間，或者是你可以在你的戒台上面畫一個十字，然後你的戒圈也畫一個十字，你就可以很好的對位置，也不怕它在加熱的時候。因為助焊劑可能會讓它有點位移，你有做一點記號的話，可以馬上的調整這個位置。好，我就大概視覺上有居中，這樣子就可以了。然後稍微加熱一下，我們先把助焊劑作用完，再來放焊藥。然後它如果有移動，我們也可以趁這個機會來調整位置。看起來還好，沒有太多移動。其實焊接的原理都差不多是這樣，一個就是乾淨，然後緊密，助焊劑要夠，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焊藥放的位置，大概就是這幾種。好，然後焊接的方式其實不會是只有一種。所以，你們每次在焊接的時候，可以依照你的物件的樣式去更改你焊接的方式。像這個戒圈呢，它其實有不同的焊法。你也可以先把焊藥先融在戒圈的2個端點上，然後再把它反蓋下來，用第3隻手稍微壓住，然後加熱底板，讓這個戒指的焊藥往底板流。這是一種方法。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把焊藥放旁邊，要控制火的方向要控制得很好，讓焊藥往你想要去的地方流，不要讓它流到其他地方。這也是一種方法。如果你控制火的能力是不錯的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這樣子的方法的話，你的焊藥可以放在中間的這條邊線上，直接放在邊線上，讓焊藥往外面吸。還有另外一個方法是，球狀的焊藥呢，它對於這種需要填縫的這種毛細現象，它的流動會是最沒有痕跡的。所以這次我焊接，我就打算要放球狀的焊藥。我這邊放了幾顆焊藥，我先把它融成球狀。好，我把這個焊藥也沾一點助焊劑。然後我打算一次焊一邊，這邊焊完我再焊另外一邊。我這邊擺了一顆焊藥，先同時加熱戒圈跟底板。
那你在焊接的時候，你同時也要，考慮到等一下如果真的要修焊藥的話，焊藥你寧可讓它流到介圈上，或者是流到底板上，你會比較好修。那以這個狀況的話，我會覺得它如果流到介圈上的話，我覺得我會比較好修。所以當然不要讓它全部都往介圈上面流了，但是你可以容許它往介圈的方向多一點。然後這邊還有一點點沒有溶的，我們再加熱一下，讓這個焊藥流滿一點。好，那這樣子就可以了。所以這邊就會有一點點微微的凸起來的焊藥在介圈上，等一下我們就修這個介圈這邊就可以了。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用球狀的讓它往這個縫隙裡面流，這樣焊完就可以去製酸。好，我們焊接完了，要來修一下這個內側，因為剛剛有一點點焊藥流到這個介圈上面。這樣子需要修的地方已經算是非常非常小面積了。好，那我們等一下稍微用銼刀把這個流到介圈上面的焊藥稍微修掉。你可以用細的半圓銼刀，這個是4號的半圓銼刀，稍微把凸出來的這個焊藥稍微搓一下就好了。好，我們等一下把它修一修以後，稍微整個表面用細的海綿砂紙做過一遍，我們就可以來染色了。染色完就可以鑲嵌了。好，我們剛剛把這個大部分的區域都用最細的這個海綿砂紙整個磨過一遍。然後像這樣子這麼大張的海綿砂紙，我會建議大家要用的時候可以剪一小塊。這樣子在用的時候會比較方便，因為這麼大張不太好拿，我們剪小塊一點，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伸進去，像這樣子的縫隙裡面去研磨它。然後磨完了以後，我們就要來做表面處理，已經算是最後一道手續了。那我們來做表面處理之前呢，我先把石頭放進去給你們看。上次有提到，石頭不要輕易的把它壓到底，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會沒辦法拿出來。那我這邊有幾個小方法，給大家做參考。如果你的石頭是剛剛好可以放進去，但是不是那麼好拿的話，你可以用牙線，先把牙線跨在中間，你就可以大膽的把你的石頭放進去。哦，因為你知道你等一下有這個牙線在底下，你可以把它拉出來。但如果你的石頭是非常非常非常緊的，就是你需要用一點力才能卡進去的那種，你就不要用牙線，因為它說不定連這個放牙線的空間都沒有，所以你放進去還是很危險，還是有可能會拿不出來的。只要稍微拉一下你的牙線，石頭就可以很容易被拿出來。如果你的石頭沒有像我剛剛說的那麼緊，緊到你必須要用力它才能壓進去的話，其實你還可以用粘土或者是粘蠟去把這個石頭粘出來，這樣子也可以。這個是給你們參考。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把還沒有要鑲嵌的石頭放進去的話，還是有機會可以把它們拿出來的。好，那我現在來考慮一下，我要染黑還是要保持這個銀色的底。好，我決定還是把它染黑，因為我的作品裡面其實白色底的這種玉髓包廂其實蠻多的，那黑色底的就比較少，所以我決定還是把它染黑，所以我可以整個直接把它泡到我的染黑劑裡面，去把它整個變成黑色的。當然，我除了這個底是一定要做黑色的之外，其他的部分我都會去把它拋光，把它拋亮。好，中間
有一點沒有那麼均勻，我把它磨一磨，重新再染一次。所以你們如果有遇到像這種有局部沒有染均勻的，你就把這個染不均勻的那個地方重新刷過一次。你看這樣子，它就會可以很均勻的重新再染一次。好，那我們等一下把其他地方先把它拋光。好，給你們看一下，已經拋光完，然後也上過蠟了，就是裡面黑色的底已經上蠟過了，它的顏色會更飽和。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寶石，如果是把它襯在黑色上面是什麼樣子的質感。不知道大家可以看不看得到這個，因為它襯在黑色的底上，所以這個寶石底下有這個一層一層的這個紋路，都就會蠻明顯的，就是感覺跟剛剛白色的底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鑲嵌了。那這個大概可以看得出來，我的外面的這個邊框跟裡面這個鑲嵌的框其實是一樣高，差不多高度的。所以呢，我等一下鑲嵌的時候，我可能就不會用平常在用的這個蘑菇頭的推刀，我應該就會用這支比較小面積的這個刀，因為這個它有一個角度，那這個角度它才進得去這個邊框裡面，我們才能去推它。好，我現在把腕力夾在工作桌上面，然後如果你的腕力沒有這種塑膠墊防滑的塑膠墊的話，你可以墊一塊擦影布，就是因為我們剛剛都拋光過了，所以你可以墊着擦影布或者是墊衛生紙什麼的都可以，主要是不要讓你剛剛拋光過的東西又被刮傷。然後墊完以後，我們把它夾緊。這個界面呢，這個界台要貼平你的腕力，那它不會移動了，這樣子就可以來做鑲嵌了。我們把石頭放進去。好，放進去以後呢，你可以用手稍微推一下，確定它都是平整的。那或者是你可以拿這個之前說的這個小木棒，好，稍微壓一下，確認它都貼平了以後，好，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鑲嵌。上次有跟大家講，我們鑲嵌的時候呢，盡量從比較尖的兩端開始鑲，再從各個對角把邊框推進去。所以像這樣橢圓長形的，我們就從兩端比較尖的這兩端開始鑲。好，用我們的這個比較小的面積的推刀伸進去這個邊框。那可以在這邊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擔心你這個邊框在推的時候，因為這個畢竟這是不鏽鋼金屬的，那有時候你在推這邊的時候，這個邊有可能會不小心被你刮傷。那你如果擔心的話，你可以貼一個紙膠帶，或者是絕緣膠帶，貼厚一點也沒關係。我們可以把它稍微保護一下。四周都稍微貼一下。當然你可以貼厚一點，比較不容易有傷痕。當然這個邊也不是說之後修不到啦，如果你可以少花一點力氣的話，當然是最好的。好，我們把邊緣都保護起來以後，我們就可以先推。那我們在推之前呢，你要確認它在正中間。然後，如果你的石頭是會稍微搖晃的話，你最好手指頭稍微壓住，把它壓緊，不要讓它晃動。我們再開始推。先推第一刀，有看到嗎？這邊凹進去了第一刀。然後，如果你買這個腕力的話，你可以買
這種可以旋轉的360度可以旋轉的，比較方便。然後在這邊的對面再推第二刀，一樣手先壓着。那我們推的時候呢，這個手要稍微抬起來45度角，不要平行的推，因為平行的推它只會往兩邊擠，它沒有往下壓的這種效果。要稍微傾斜把它往下壓，所以你的這個推刀可以稍微抬起來45度角，往裡面推一下。好，不用推太多，不用一次就推到寶石上，我們就一點一點推。推完以後，我們再來推兩側長的這邊，一樣先壓着，因為現在寶石還沒有非常穩固。好，這4端都推完了以後，我們再來推斜對角，也是1、2、3、4這樣子對稱的2個角，這樣子來交互的推。那我們一開始在推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個寶石的邊框就是波浪狀，變成一個很大的波浪，這都是正常的。等到我們都每個地方都均勻的推整齊了以後，它就會是平的了。因為剛剛都已經至少有8個點都已經推到位置，所以基本上寶石就已經不會再移動了。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按照你的這個方向的順序，看你怎麼順手都可以，去一個一個把這個凸起來的尖角把它往內推。這個推刀它其實表面不是非常光滑的，它是有一點質感的，這是為了避免我在推的時候滑掉，所以這個推刀上面是有做一點紋路的。那你們如果買來的推刀表面是非常光滑的話，我會建議你可以拿這個稍微粗一點的砂紙磨一下，把它磨得比較粗糙面。你在推的時候，它就不會滑走，滑走有時候就會傷到你的寶石。好，那我覺得我的邊框都已經被推到這個石頭上面了，那我就可以用壓光棒去把這個邊緣壓得平滑一點。那你如果不用壓光棒也可以，我們也可以用專門在刨修邊框的這種研磨棒來修你的邊。我們可以用專門來修磨邊框的這種研磨輪，它是可以把你這個邊框比較凹凸不平的地方把它修平，但是不會傷到寶石。因為這個裡面的這一圈呢，因為角度的高度角度的問題，我們壓光棒沒有辦法非常平順的把它壓平，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我們剛剛已經用研磨棒都滾過一圈了，這個邊框已經變得非常平整。那最後我們再用拋光輪做最後的這個拋亮。把这個卡在縫隙的拋光土把它稍微清乾淨。好，這個就是今天Shutterbox 的戒指的制作。我盡量用跟上次不同的工法來制作這個戒指。那這個戒指戴起來就是大概是像這個樣子。我希望你們可以從這次的影片裡面學到不同的工法，即便是一樣的東西，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做，就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嘍。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看更多影片，也可以留言告訴我你們想要看什麼類型的影片。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嘍，拜拜。